等，今天正好咱们人多哈，我也给你们说一个我前两天一直在想的事儿。我之前做了这么一期节目，有差评。这期节目是什么呢？我就是说这个改装车友如何去跟改装店老板配合这个问题。可是我当时反复重申的是什么呢？反复重申的是跟好的改装店，你是非常容易在你所在的城市找到一家好改装店，这个前提是好改装店。今天呢，我就要给你们说说烂改装店。说这个其实压力很大，因为真的有烂改装店在看我的直播太得罪人了。可是这事儿呢，不说我们就不能进步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是想大家都进步，就要虚心接受批评，对不对？全中国这么多玩改装的车友，谁别吹牛逼，谁都挨过坑，谁都碰见过烂改装店。这个我说过好的了，咱们今天也得说说这个不好的改装店。那这我先拿我自己开刀，我先自罚3刀哈。曾几何时，我就是一家烂改装店。那个时候呢，我的店在隔壁那边，有一个工位，只有一个工位啊。我那店800平米，1楼呢主要的作用在于蹦迪，2楼的主要作用呢在于打台球，然后呢还有几个单独的小屋。对，你就不要问我单独小屋是干什么的了。总之呢，就是我只有一个工位。当时呢，我就是一家烂改装店，说实在的是一家烂改装店，因为当时啊也没有技师，我的改装技师呢是一修摩托的，我的这个技术指导呢是全天津市在马路上骑摩托车骑得最快的，这黄金组合。总之呢，主要是我们哥仨负责给人改车，就闹出来笑话多了去了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当时狗屁不懂，人家给人家装个避震呀，这个装避震，一个考验一个改装店初级改装能力的一个事情。在我们给人装的避震装完了以后，这车呀一上来看起来都挺好，高度也正好，然后吧这车看起来操作起来驾驶质感呀、路感回馈呀、操控啊都挺不错。开1个星期再回来，我一看这哥们儿那车这么回来的就一边下去了，然后这右边特高，然后左边特低，然后那哥们儿这么开着车回来了，然后说那个这个避震好像不太对啊。我当时我一看，慌了，我心慌，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然后我把我这修摩托车的技师和我的这个骑摩托车的技术总监叫来，我们仨人还得把客户请出去，先给人客户沏杯茶，大哥喝冰可乐，门口歇会儿。我们把门关上，把车举起来，下面一看，左边俩避震漏油了，弹簧没装好，左边俩避震都塌了个屁的了。当时我们看完了以后全傻了，靠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甩锅，出门就开始骂娘，我们3个人就开始演啊！哎呦，我就跟你说，当初不要卖这个牌子的避震。哎呀，我不是觉得这个牌子的避震性价比是相当的高嘛？哼，怎么能这样？性价比高不是价钱便宜，我们不能使用这种无良的产品，这种产品只会祸害我们的改装车友啊！有啊！但是我们仨也没辙呀，那给人装的时候没装好，那装的时候调的不对，也不懂啥叫预压，啥也不懂。然后呢，演完一出，我们发现并没有奏效，规规矩矩把钱赔给人家了。拆来了以后，把人原厂避震给装回去了，人家出门啐了口痰，呸，走了。就闹了很多笑话，真的。但是我这个笑话吧，就是我到最后发现坑的其实不是玩改装，坑的是我自己。比如说给人定套轮毂，当时也不懂啊，这轮毂这钩值什么意思 ，ET 什么意思，这尺寸对就行呗。反正你要多少寸的，要19的吧，19好，19，8个人来19的，19一装上以后，我们那轮毂直接爆龟，哇，出来了，直接滋出来了。我当时就说了一句，这
看着这效果啊，这显这宽啊，宽好，爆龟这叫爆，哎，改出来了，这就是那爆龟，我跟你说，嘿，改出来了这我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定轮毂的时候啊，哎呀，我满脑子我就替你着想，我就想你这个车呀，一定得爆龟，对你得滋水，现在都流行宽，几年以后肯定流行宽体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这话我还真说着了，这话还真让我给说着了，当时大哥脸蓝了，那我这停车我不会停，我这蹭道牙子，再一个这轮胎这不太对呀，这是轮胎怎么都这样崩的噔噔的，这我哪天开别它爆了这，好吧，我这不太擅长骗人，你给我拆来了，没办法，就也不懂，啥也不懂，对，就给人瞎弄。你这就一个工位，你想想一大改装店800平米，1楼蹦迪，2楼打台球，就他妈一个工位，这改装店你说能专业哪儿去，对吧？胡扯，对吧？那胡天儿呢都是。所以说这个有那坑人的心，没那坑人的胆儿，对吧？这个完了没坑明白，完了就把自己也坑了。坑完了以后，当时干改装店1年吧，可能亏损大概差不多50万左右，差不多。对，这中间最起码得有20万是砸件上了。对，我这当时富裕好多件，我改装店一进去以后，你别看就一个工位，哇，那改装件琳琅满目啊，全都是帮人订错的。那摆了一屋，我跟你说，直到后来有一天，我把我的改装大技师喊了过来，我们俩坐在这个我们的吧台里面喝着啤酒，我这人也是脸小，我也不好意思把话说破哈。我说哥，你这个你干改装干几年了？要说当时跟人一块玩嘛，我现在那么早也得玩了算得有8、9年了。那这8、9年，你是就给人家就这么改吗？当时反正也嘛就带楞着干，也不说多嘛专业。这玩意儿我觉得差不多就那么回事儿。谁知道这现在这新的这个品牌嘛的，我这不太懂，这玩意儿没见过。那他再新的品牌儿，那毕竟咱你妈也不能给人倒着装啊，大哥。就聊崩了，聊崩了以后呢，对啊，就干不下去了嘛。对啊，当时我就干了很多这种类似的事儿啊，比如说前唇应该装这个角度嘛，我们给人装前唇是这个角度，提供了非常可观的上升力。然后尾翼不都应该这么装吗？对吧？我们给人装尾翼的这样的，也提供了非常可观的上升力。当时啊，他还差个侧裙，我估计啊，他要是在我这儿再改套侧裙啊，他这车上了高速开200，估计能飞起来。差不多。咱们这话题留着，明天继续，好吧？明天继续，我来给你们细数一下行业里面的坑萌新、坑小白的36招，对吧？有的是招，我告诉你，说实在的，就是不想坑你，想坑你，你怎么死你都不怕。